在一个教会学校里，印第安女孩正在受到玛丽修女的刁难。她努力地回答着修女的一个一个问题，一旦答错，手背就会被重重打击，鞭打不断持续，痛苦让女孩最终忍无可忍地把修女打倒在地。随后两人就被带去见神父，神父先警告了修女，然后面慈手狠地把女孩打得遍体鳞伤。残忍的修女不顾女孩血肉模糊的伤口，回来就安排了一场沐浴，这几乎是在伤口上撒盐。洗完澡，修女看着女孩滴血的身体，警告女孩别再惹事，免得两人都要受到惩罚。女孩桀骜不驯地敷衍着。夜晚，在完成了一天的家务课程和洗脑之后，就到了睡觉时间。好友看到女孩骇人的伤口，安慰她再忍1年就可以脱离苦海了。女孩说出了自己的担心，以前毕业的那些印第安女孩都承诺离开后会写信回来，然而全都音讯全无，她们必定没有回到家，所以脱离苦海的唯一办法是逃走。教会学校继续着对印第安女孩们的培训工作。印第安女孩泰娜在玛丽修女打了自己好友时义愤填膺地站了出来，玛丽修女息事宁人地退让了。一天枯燥的学习后，唯一果腹的是一盘生蛆的食物。泰娜抱怨了一句，玛丽修女马上冲过来动了手，女孩也不甘示弱地还手，接着就被一群修女按倒在地。泰娜的叛逆深深地惹怒了神父，他把女孩关在一个烈日下的木箱里，警告她如果再敢造次，就让她彻底消失。烈日高温下的木箱像高压锅一样，经历了断水断粮的一天。泰娜被拖出来时已经严重脱水，虚弱的完全无法动弹。她被扔进浴缸里清洗，监督洗澡的修女趁机对她上下其手。玛丽修女则把1桶冰都倒进了浴盆里。她告诉泰娜，自己是代表文明来消除野蛮的。女孩竟然恩将仇报，说完就拿出棍子把奄奄一息的泰娜打了一顿。修女们对印第安女孩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加。觉醒的泰娜再次上前打抱不平，被修女们抓了起来。她的屡教不改被定义为恶魔上身，于是开启了一场变态而残忍的驱魔仪式。暴打、剪头发、用铁丝球擦背，直到把女孩折磨得遍体鳞伤才善罢甘休。夜里，饱经伤害的女孩内心复仇的火焰熊熊燃烧，她给自己抹上战斗的面纹，用装着圣经的枕头套偷袭了正在睡觉的玛丽修女，然后掐死了她，把自己脸上的伤痕如数奉还。当修女们惊恐地发现面目狰狞的玛丽修女和曾经猥亵泰娜的另一个修女的尸体时，都被吓傻了。神父把愤怒全部都发泄在泰娜的好友身上，他歇斯底里地对女孩严刑逼供。虽然女孩一开始就招认泰娜回家了，但神父仍然不相信一个女孩会独自在没有食物和补给的情况下去穿越400公里的沙漠和荒原回家。很快，被发现的脚印说明泰娜正在这么做。神父咬牙切齿地安排人必须把她抓回来。而泰娜不眠不休地走了一夜。她用原住民的方式定位方向，渴了就喝山泉，夜晚躲避野兽，睡在高处。没想到运气极好地碰到一个正在偷偷放牧的原住民，而且此人还认识泰娜的父亲。他同情女孩的遭遇，把女孩留下，承诺帮她联系父亲。逃亡的印第安女孩泰娜被好心的牧羊人收留后，换上一身男孩的衣服，烧掉之前的衣物，埋掉圣经，改头换面，隐姓埋名。但她杀人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家里，
2名警察直接冲进了奶奶的木屋，一番搜查。不明所以的奶奶既担心又迷茫，她不相信孙女会杀人，拖住警察询问，却被警察推倒，撞在铁炉上，再也没有爬起来。泰娜的父亲跑马回到家，发现老人倒在地板上死去多时。紧接着，他发现屋外的地上有马蹄印，根据马蹄印判断，来者是政府的马，因为只有政府的马才会打上马掌。这时，一个男孩来到门口，受父亲之托带信儿给男人，说自己父亲收留了他的女儿，希望他尽快去接。跑马料到事态很严重，于是赶紧告诉男孩要绕路回家，以免被人跟踪，自己处理完手头的事儿，马上就会赶过去。看着男孩离开，跑马在屋前埋葬了老人，然后回到放牧区，简单收拾了点行李，并带上武器，匆匆离去。果然，男孩在回家的路上就碰到了追捕泰娜的几个神职人员，他们查户口一般询问着男孩。男孩觉得这些问题冒犯了自己，拒绝回答。其中一个叫喊着要把男孩送回学校去，说着就跳下马，直奔男孩而去。男孩也不示弱，拿起火堆里的木柴就搏斗起来。可惜对方人多势众，男孩马上就被打翻在地。3人认为男孩也是出逃的学生，不由分说就把男孩绑了起来，由一个人送他回去，另外2个人继续追捕泰娜。跑马在路上遇到了男孩的坐骑，并发现男孩被抓走时遗落的帽子，还有未熄灭的火堆，预感到情况不妙，于是跟踪着脚印追上了男孩和押送他的神职人员。篝火边，那人正在兴致勃勃地向男孩说着自己传教的光荣历史。他认为印第安人如果拒绝被改变，就只能被灭绝。男孩问他是否杀过人，神职人员承认自己杀过人，但是以上帝之名。男孩接着说，不仅杀人，还盗取别人的土地，这是假的传教士。杀人越货早已违反了圣经的律法，却没有被惩罚，这说明上帝根本不存在。气得这家伙一边暴揍男孩，一边扬言要把男孩杀掉。这时跑马及时赶到，他一刀了结了这个家伙，救下了男孩。2人决定连夜赶往男孩家。清晨，另外2个人在河边碰到了放牧的泰娜，其中一个抓住女孩就想撕烂她的衣服确认男女，被泰娜戳瞎了眼睛。瞎了眼的神父发疯般的殴打着泰娜。汉克及时赶来，开枪解救了女孩。正当他想把女孩救走，一个受伤的家伙捡起枪打死了汉克。女孩则抓起一块石头，奋力将其砸死。警长来到学校了解案情，当查看女孩们的卧室时，发现泰娜好友的床也空了。神父轻描淡写地说那个女孩死了，对死因却只字不提，只说孩子夭折是件很正常的事儿。神父告诉警长，派出去找泰娜的人都没有回来。警长感到情况不妙，决定立刻启程。跑马接到了女儿，带着2个孩子开启了逃亡之旅。夜晚的火堆边，跑马计划着往南方的逃亡之路，忽然看见女儿和男孩正含情脉脉地眉来眼去，他马上警告2人，现在是性命攸关之时，先活下来才能谈未来。叛逆的泰娜却一把抓起男孩的手，一脸挑衅地对父亲说，自己一直过着命悬一线的生活，所以再也不相信什么未来，现在的一切才是最真实的。一席话把老爹怼得无话可说。男孩被泰娜的勇气鼓舞着，勇敢地紧握着泰娜的手。老爹丢下一句天亮前出发，扭头拉起毛毯躺下。女孩靠在男孩怀里，温暖的火光下，泰娜终于忍不住把久藏心中的压抑苦难全都释放出来，伤心地痛哭着，一声声抽泣刺痛着老爹的内心。很快警长一行就找到了3具尸体，并且发现逃走的印第安女孩多了2个同伴。警长分析他们会逃亡到科曼奇保留地，于是打算提前坐火车去守株待兔。